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艾米丽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飘落的雪花，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温暖。她和莉莉刚刚搬到这个名为阿尔索镇的小镇，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这种宁静和安详了。窗外，街道上挂满了五光十色的圣诞灯，装饰着各式各样的圣诞树，家家户户的大门口都摆着精美的圣诞花环，空气中弥漫着温暖的香气，这正是她理想中的圣诞节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妈妈，快看，那棵圣诞树好大呀！莉莉蹦蹦跳跳地跑到窗前，她的小脸被冬日的寒风吹得红扑扑的，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她的笑声清脆悦耳，和这座安静的小镇的气氛格外契合。真漂亮。艾米丽微笑着点点头，但她的目光却有些飘忽。自从她和莉莉搬来这座小镇，生活变得有些与世隔绝。小镇虽然风景如画，宁静宜人，却似乎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陌生感，仿佛这里的每个角落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今晚是圣诞节前夕，艾米丽打算为莉莉准备一个温馨的圣诞夜晚。她在厨房里忙碌着，烤着饼干，煮着热巧克力。外面寒风凛冽，而屋内的温暖和烘焙的香气让她感到久违的安宁。莉莉帮忙挂上圣诞袜，期待着明天早晨能从圣诞老人那里收到礼物。这时候，邻居夫妇玛格丽特和保罗突然敲响了门。艾米丽赶紧擦了擦手，笑着打开门。大家好，快进来。嘿，艾米丽、莉莉，你们准备好过节了吗？玛格丽特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，手里捧着一盒精美的圣诞饼干。准备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这些饼干看起来真美。艾米丽笑着接过饼干，并请他们进屋。这可是我特意做的，赶紧尝尝。保罗低声笑道。不过，艾米丽，记得小心今晚的 Krampusnacht。艾米丽微微皱眉，刚想问这是什么意思。玛格丽特笑了笑，插话道：你是新来的吗？ Krampusnacht 就是12月25日的夜晚，那是小镇上一个古老的传统。那晚 Krampus， 我们叫他圣诞恶魔，会从山里走出来，惩罚那些不乖的孩子。什么？艾米丽一愣。恶魔？玛格丽特点了点头。是的， Krampus 跟圣尼古拉斯一起出现，圣尼古拉斯奖励好孩子， Krampus 则惩罚坏孩子。你最好让莉莉今晚乖乖的，否则……保罗笑了笑，像是开玩笑一样，但艾米丽心里却不禁一紧。她从未听说过这种传说，倒是有些好奇这小镇的居民为何如此相信这些古老的习俗。这些不过是传说罢了。保罗接着说道，不过镇上的孩子们可都得乖乖的，因为谁也不知道 Krampus 是不是会出现在街头。艾米丽心里一阵不安，却没多加深究。她笑着摆摆手，呵呵，你们是逗我玩吧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怎么可能相信这些？你会明白的。玛格丽特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笑容微妙。反正今晚你们最好都待在家里，门窗锁好。艾米丽虽然笑着答应了，但心中却有些疑虑。她从没听过什么圣诞恶魔，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。然而随着夜色渐深，她越发觉得这个小镇有些不对劲。晚上镇上非常安静，几乎没有人出门，甚至街上的圣诞灯光已显得有些暗淡。艾米丽将所有的窗帘拉上，确保家中每个角落都没有空隙，仿佛外面有什么东西在潜伏。莉莉的房间里灯光昏黄，床上的玩具整齐地摆放着，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映出一个又一个怪异的影子。莉莉坐在床头，看着艾米丽。妈妈，我不想睡，今晚我能一直和你待在一起吗？艾米丽微笑着摸了摸莉莉的头。怎么了，宝贝？是不是害怕了？莉莉的眼神闪烁着不安。我听见外面有脚步声，还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听到了吗？艾米丽愣了一下，随即摇了摇头，笑着安慰道，没事的，宝贝，只是风吹过窗户而已，今晚你睡得会很安稳。然而她的心中却升起一丝难以言喻的不安。她强迫自己微笑，轻轻地把莉莉的被子拉好，心想着
这些不过是孩子的幻想罢了。夜晚静悄悄的，时钟滴答作响，空气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被放大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了一阵低沉的敲门声，像是有人用力敲打着门板。艾米丽猛地站起来，听着那声音愈加清晰，似乎从屋外传来。她走到门口，轻轻地打开门，外面什么都没有。她愣了愣，然后轻声叹了口气，可能是她听错了，但那种不安的感觉仍然萦绕在心头。她回到房间，却看到丽丽依旧坐在床上，眼睛大睁，盯着窗外。她的眼神显得非常茫然，却也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。妈妈，你听到了吗？丽丽低声问道，声音沙哑。艾米丽心跳一顿，转身看向窗外，那里的景象似乎与她记忆中的不太一样。她一时间无法解释清楚，但心中的寒意却越发浓烈。外面的街道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月光被浓雾遮挡，只剩下微弱的光线。远处似乎有一个身影在移动，缓慢而沉重。圣诞节前夜的寒风像刀割般刮过窗外，呼啸的声音令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艾米丽站在窗前，目光游离，心中仍无法平静。尽管她努力告诉自己这一切不过是传说，都是小镇居民过度迷信的结果，但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安却无法忽视。妈妈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房间里。丽丽的声音从床上传来，带着一丝明显的恐惧。艾米丽转过身，微笑着走过去，宝贝，快睡吧，圣诞老人就要来了，他会带来很多礼物的。她轻轻地拉过被子，把丽丽的肩膀盖好，轻抚她的头发。没什么好怕的，亲爱的，外面只是风，今天是圣诞节前夜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丽丽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盯着窗外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某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，仿佛在看着某个她看不见但感知得到的东西。她的双眼闪烁着恐惧的光芒，像是被什么不为人知的力量所吸引。艾米丽轻叹一口气，心中有些不安，却试图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关上了房门，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夜景，想要将这些烦躁的情绪甩开。然而那个瞬间，她又听到了那声音，那是来自门外的敲门声，轻轻的，却又清晰的，让她无法忽视。她凝神倾听，脚步声如同破碎的玻璃一般清晰，又像是飘散在空中的低语声，每一下敲门都带着沉重的回响，仿佛源自某个远离现实的地方。艾米丽的心跳猛地加快，她紧张地走向门口，轻轻地把门打开。外面空无一人，月光洒落在洁白的积雪上，几乎没有任何痕迹。我一定是太累了，她低声自语，叹了口气。她回头望向房内，丽丽依旧没有动静，静静躺在床上。艾米丽关上门，走回房间，试图把这些不安的情绪赶走。然而当她走到丽丽的床边时，她的心猛地一沉，丽丽不见了。她的眼睛瞬间瞪大，四下张望，但床单整洁，房间没有任何东西被弄乱。艾米丽的心瞬间被恐惧吞噬，她连忙跑出房门，开始在屋子里找寻。丽丽，丽丽，你在哪里？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慌乱。她跑遍了整栋房子，每一间房，每一个角落，都没有丽丽的踪影。终于，她来到楼下，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地下室的门微微开着，黑暗中散发出一种无法言喻的冷气。艾米丽本能地想走上前，但内心的恐惧告诉她，这里不对劲。她的手颤抖着抓住门把手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门。地下室是一片阴暗潮湿的地方，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腐朽的气息，令人窒息。楼梯下去时，木板吱嘎作响，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。艾米丽咬紧嘴唇，双手紧紧攥着扶手，感受到一股来自心底的寒冷。她慢慢走下楼梯，低垂的灯光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，给整个地下室蒙上了一层诡异的阴影。她环顾四周，却看不见任何一丝人影，只有杂乱无章的旧家具和堆积的箱子。就在她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她的目光停留在了地下室的角落，一只破旧的麻布袋被堆放在一旁，袋子里似乎有什么沉重的东西。艾米丽的心跳加速，
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走过去，低头观察。他的手微微颤抖，缓慢地撕开了袋口，袋子里塞满了旧的玩具和一堆破烂的布料，似乎是一些旧衣物，还有一些奇怪的物件，像是用黑色的铁丝编织而成的符号。他低头翻了翻，突然一张古老的纸条掉了出来，纸条上画着奇怪的符号，那些符号扭曲变形，看起来既陌生又令人毛骨悚然。他的心跳几乎停止，手中的纸条已经开始变得湿滑，像是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力量在暗中操控着这一切。莉莉·艾米丽低声呼唤，却没有回应，她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。突然，她的眼角瞥见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东西，一双沉默的眼睛正从阴暗的角落里注视着她。她猛地转过身，却只看到一团阴影，黑暗中的某个东西缓缓向她逼近，脚步声沉重而缓慢，犹如来自深渊的低语。艾米丽的心跳瞬间加速，浑身一阵冰冷的颤抖。她迅速转身，想要冲出地下室，却发现楼梯处已经没有了任何光线。地下室的门也在她走近时悄然关上，似乎不再允许她离开。莉莉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，她的声音几乎在这片黑暗中消失，但她无法再停下，心中的恐惧如潮水般涌向她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传来了低沉的咆哮声，那种声音像是来自某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深渊，充满了无尽的恶意。艾米丽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玛格丽特和保罗谈到的 Krampus 的形象，那个恶魔般的生物，面容扭曲，带着羊角，带着无法逃避的命运。艾米丽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黑暗中的阴影逐渐逼近，她不敢再停留在这令人窒息的地下室中，转身冲向楼梯，每一步的脚步声都显得格外沉重，仿佛有某种无法言喻的力量在背后紧追不舍。然而，当他冲到楼梯口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。楼梯的顶端，门被悄无声息地关上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，似乎有某种恶意在悄然渗透每一个角落。艾米丽伸手去拉门把手，但无论如何，她都无法打开那扇门，门似乎被什么东西从外面紧紧封住了。莉莉，她用力撞击门，叫喊着女儿的名字，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回荡，变得愈发沙哑。没有回应，她开始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尽的黑暗漩涡中，所有的方向都变得模糊不清。她退后几步，转身看向地下室的角落，那双沉默的眼睛依然注视着她，眼中没有丝毫情感，只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空洞和恶意。艾米丽浑身的血液几乎冻结，她的呼吸急促而粗重，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快。突然，地下室的空气变得更加冰冷，仿佛温度瞬间下降了10几度。她的每一根毛发都竖了起来，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直觉，她并不孤单。那双眼睛逐渐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，一个高大且佝偻的身影，像是从黑暗中凝结而成，带着一种恶魔般的气息，步伐沉重且缓慢。艾米丽的身体像被定住了一样，无法动弹，她只能听着那巨大的黑影一步步逼近，咯吱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每一声都在她的内心深处敲击着。你是谁？艾米丽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，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。那个身影没有回应，只是缓缓走近，黑暗中的面容逐渐清晰，那是一个扭曲的面孔，恶魔般的羊角从头顶延展，嘴角露出狞笑，他的眼睛空洞且深邃，仿佛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。那是 Krampus， 圣诞恶魔。艾米丽的血液瞬间冻结，仿佛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牢牢束缚。她的视线开始模糊，四周的空间也开始扭曲，墙壁上那些奇怪的符号似乎开始流动，像是活物一般不断蠕动着，构成了一个无形的网，将她困在这片黑暗的深渊中。莉莉·艾米丽的声音低沉带着绝望，她的目光回望房间，思维的焦点完全丧失，似乎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她的女儿莉莉在哪里？她为什么会突然失踪？地下室的诡异符号，那个面目狰狞的恶魔，难道这一切都和莉莉有关？她在黑暗中寻求答案，但每一个念头都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压迫得无法逃脱。她的眼睛无力地四处扫视，忽然她的目光定格在地下室的一角，那儿
隐隐约约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背对着他，站在那里静静地望着他。莉莉，是你吗？艾米丽喊道，声音几乎是从喉咙中挤出来的。身影缓缓转过头来，艾米丽的心几乎跳出胸口，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却又充满了异样。莉莉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属于她年龄的冰冷微笑，那笑容既不属于一个孩子，也不属于一个正常的人类。妈妈，Krampus 说，今晚你也该跟我走了。莉莉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却带着一种不容反抗的命令。艾米丽的眼睛瞪大了，心脏猛然一紧，喉咙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是她亲生的女儿，却已不再是原来的她。她的眼神空洞，像是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完全控制，变成了那位恶魔的信使。你不是真正的莉莉。艾米丽几乎是低声呢喃，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与恐惧。莉莉微微一笑，缓缓向他走近，每一步都沉重而缓慢，仿佛在等待某种仪式的完成。她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最终消失在艾米丽的视野中，只剩下那张扭曲的面孔。你已经明白了。那恶魔般的声音突然在地下室回响。你的小镇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仪式，每当12月5日 Krampus 便会降临，带走那些无法被圣尼古拉斯赦免的孩子。艾米丽的眼中闪烁着绝望，她终于意识到莉莉的失踪并非偶然，这一切都与这个小镇与 Krampus 的传说息息相关。她曾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荒诞的迷信，然而现在她深陷其中，无法逃脱。你们一直生活在这个恐怖的循环中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Krampus 的声音变得更加阴沉，那些孩子最后都会成为我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逃脱。他的头开始剧烈的疼痛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撕扯他的意识。他闭上眼，试图用尽全力挣脱这股压迫感，然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每一个呼吸都像是在陷入更加深沉的恐惧中。莉莉，快回来！艾米丽呐喊着，眼中涌出泪水。她感受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强烈呼唤。她的女儿莉莉已经被这个恶魔的力量所吞噬，而她自己也即将成为这场悲剧的一部分。莉莉的身影再度浮现在她的眼前，这一次她的眼神更加空洞冰冷，仿佛已经失去了人类的一切情感。妈妈，跟我一起走吧。 Krampus 说了，你已经是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了。艾米丽的心如同跌入深渊，无法自拔。她感受到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，无法抗拒。就在这时，地下室的那扇门突然自己打开了，外面的世界一片死寂。艾米丽没有回头，依然被那个力量推向前方。她的脚步沉重而缓慢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。她知道，她再也无法回头，已经无力挣脱这场恐怖的轮回。艾米丽的脚步渐渐沉重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拖拽着。地下室的阴暗气息萦绕在她的周围，每一寸空气都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她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但身体却仿佛失去了自主权。随着莉莉的背影一步步向前移动，她的思维几乎崩溃，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。她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淌，心中充满了对自己无力保护女儿的深深愧疚。她想要大声呼喊，想要摆脱这股控制她身体的力量，但她的声音却消失在黑暗中。那种无法抗拒的恐惧仿佛把她吞噬得无影无踪。莉莉，她艰难的喃喃低语，你不是她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女儿。莉莉停下了脚步，缓缓回过头，冷冷地看着艾米丽。她的眼神里没有一点温暖，只有一片无尽的空洞和冰冷。你终于明白了，妈妈。莉莉的声音听起来越来越陌生，仿佛被一种冰冷的力量操控。她早就不在这里了。艾米丽的心猛地一跳，那句话像刀子一样割开了她的心。她的思绪陷入了混乱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她记得她曾紧紧抱住莉莉，曾把她从火灾中救出，曾告诉她永远在一起。但如今她所看到的这个眼前的孩子，已经不再是她心中的那个无辜天真女孩。那莉莉去哪儿了？艾米丽哽咽着问，声音破碎。为什么她变成了这样？莉莉没有立刻回答，她的眼神越来越冷，仿佛在等待某种仪式的完成。突然，
他缓缓走向地下室的最深处，那里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古老的符号，黑色的墨水几乎渗透进了墙体，流淌成一条条模糊的痕迹。他从未离开。莉莉终于低语：他在这里，和我一起。他的手指指向一面墙，那面墙上刻着他和艾米丽的名字，奇怪的符号围绕着他们，像是用血写成的。艾米丽的目光盯着那面墙，几乎无法呼吸。那墙上刻着的名字仿佛在她眼前闪烁，那不是简单的符号，它们是某种古老的仪式，某种诅咒的象征，注定让她的女儿乃至她自己永远无法逃脱。这是我们的小镇的命运，莉莉继续说道，声音像是来自地狱的低语。每年 Krampus 会带走一个孩子，用他们的灵魂维持这个小镇的生命。如果没有这些献祭，这个地方就会被黑暗吞噬，成为死城。艾米丽的血液仿佛被彻底冻结，她的视线逐渐模糊，意识在剧烈的震荡中开始崩溃。她无数次想要逃离，但无论她如何挣扎，身体始终无法动弹。你说的对，妈妈。莉莉的笑声突然变得歇斯底里。我早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，我是他的使者， Krampus 的使者。你应该感谢我带你来这里，让你终于能明白一切。那一瞬间，艾米丽的思绪像是被撕裂成两半，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旋转。莉莉的面容开始扭曲，越来越不真实，她的身体渐渐变得虚幻，仿佛在黑暗中溶解。莉莉！艾米丽几乎疯狂地大喊，她想要冲过去抱住自己的女儿，但她的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根本无法动弹分毫。眼前的景象越来越诡异，莉莉的身体突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漆黑的阴影，那阴影里流动着无数的眼睛，它们像猎物一般凝视着艾米丽。艾米丽感到一股寒气迅速席卷全身，那个恶魔的力量几乎把她吞噬。她开始明白，自己早已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她曾经的生活，她对女儿的爱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一个古老而邪恶的力量所扭曲。你们永远都无法逃脱。那个声音回荡在艾米丽的耳边，你们的灵魂将永远属于 Krampus， 而这个小镇将永远处于黑暗中，无法逃脱。就在这时，艾米丽突然听到了一声低沉的笑声，回荡在整个地下室中。她的眼前那个黑暗的阴影渐渐变得清晰，逐渐成型，最终展现出一个巨大的怪异的轮廓。你艾米丽拼命地想要呼喊，但她的声音如同被窒息一般消失无踪。那是 Krampus， 圣诞恶魔，传说中的黑暗使者。他的形态愈加明显，那扭曲的脸，狰狞的羊角，血红的眼睛，散发出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黑暗气息。你和你的女儿一样，都将成为我的一部分。 Krampus 冷冷地说道，你们的灵魂早已被这座小镇吞噬，从你们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，你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。艾米丽不再有力气反抗，意识逐渐模糊，她感受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拉扯着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吸入深渊。她无法再挣脱，无法再逃避，命运的齿轮已经把她和莉莉紧紧锁在了一起。这就是你们的最终结局。 Krampus 的声音愈加冰冷，你们的灵魂将永远为我服务，成为我的力量源泉。你们将永远沉沦在这片黑暗的深渊中。随着这最后一句话的落下，艾米丽的视线完全模糊，最后一丝意识也在黑暗中消失。她再也无法感知任何东西，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那不断回荡的低语声。